心碎。杨子10万步忘却搁浅900年的河流，诚意心碎现稳住他妖魔化健忘。神香如粉的剧情最近又到了下一单元。然而，在忘川河上徒步10万步，成为朋友圈第1步行者后，燕潭依然没有忘记应远，在忘川河中停留了900年。看到燕潭衣服破破烂烂，鞋子也破烂扔掉，他既震惊又心疼。应元，几百年过去了，你现在还想见我吗？见燕潭差点倒下，应元假装是额藏，扶着对方。燕潭，对不起 ，Sam， 我还是忘不了过去，也过不了一忘之水，所以你不能再交付了。应元，燕潭，我认识多年，没必要这么正式，祝你渡河好运，安然无恙。燕潭，都快900年了，你还没有忘记？我被河水浸没了，我只能看到一些光，我怎么能看到任何东西呢？应远施法造莲花。应元，你闻到花香了吗？言谈点头，那我见过。应元，你的爱根深蒂固，旧的记忆难以消除，完全抹去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烧掉他们，抹去你对我的爱。未断情，应远亲吻，此人是我心之所爱，但爱有深有浅，总会有离别，祝他自由快乐。你可以成为凡间自由的花妖，以后的旅途我不能再陪你了，但愿这朵花针能在凡间跟随你，保护你。曾经燕探和应元许下要一起看花的约定，因为这个承诺得到了兑现，古神小萌蝶就诞生在了忘川河中，这可能成为应远和燕探重逢的焦点。下一个单元，燕潭为了回到应远身边，想让他看到自己忘记了两人的记忆，但燕潭爱得那么深，根本忘不掉，然后被困在了忘川受苦，眼见自己心爱的人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是对应远最大的惩罚吧。本来可以得到亿万人的仰慕，却因为一段不为仙界所承认的恋情，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下一个单元大概就是燕潭在凡间化为妖灵的故事，以及应远在神界的后续发展。希望接下来多撒些糖，弥补这段时间观众掉的金豆。03，沉香如碎屑因戏份过激，应远近失忆，燕潭入忘河等原因引发争议。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您正在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它的目的是要通过制邪的手除掉燕潭。如果他死了，最好让燕潭永远怨恨应远。应远一直都知道，特别为他保明的人就是颜丹，只是因为惩罚太重，普通仙人承受不起，而且肯定会死在天罚台上，所以他选择基本上不说。基本上是大陆。如果你本质上是情绪化的，那么你真的必须受到惩罚。尤其是应元，更是一个特别大的制度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之所以主动真正辜负燕丹，肯定也是因为他必须坚决真正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天道。邓颖大部分是合适的演员，瓜子脸柳眉，有点刻薄，不丑但不那么漂亮，有点发自内心的脸，一心一意的演员就是演员许开宇。他主演的第一部作品在2012年播出的《美人无泪》中，真的是在剧中扮演了思平，在《陆贞传奇》中扮演了玉明。说起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已经玩了10年。对于看电影多的观众来说，在流行古装剧中出现的次数普遍比较多，总会有点印象，但是这个演员特别大，观众真的很陌生。第三，这也可能是他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这个角色的戏太多了，威胁应远，被应远骂头疼，一般不胆小，特别聪明，活在火星柱上，但感情上的惩罚会消散他的灵魂，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大范围的轻事实，他曾经多半是想勾引应远，目的就是要让应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让他从一个器灵变成一个特别的仙灵。他对燕丹的敌意是，他一心一意的不服，燕丹为什么能一心一意的得到应远的心？他和龙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不相信爱而不存在？非常悲惨，与流行的看法完全相反。应远实际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基本上也在身边，并提出一定要让皇上绝对大刀阔斧地消除应远记忆中关于颜丹的部分。如果应远不是很想忘掉，硬要将燕丹的记忆刻在他那通俗的仙灵里，这恐怕又是一个特别大的故事了。
苏锦其实是黄梦莹演的，反正身份好。邓莹本质上就是一个仙女，在剧中挑衅反派角色，我基本觉得其实也太瘦了。至于编剧、导演或产品，从本质上讲，您如何考虑为所有意图和目的塑造这样一个身份？没有理由让一个地位不平等的恶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他可能基本上以一种主要的方式植根于真正的原著，基本上只能说人物具体的说服力不够。我试着回顾一下小说《沉香如碎屑》，或者他们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我好像觉得影视版其实是在讲另外一个故事。编剧从字面上用一个连贯的时间线来讲述故事，这肯定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或者他们是这么认为的。相信这部剧的大部分观众都是来看杨紫和程毅的剧的，他们的表演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出乎大家的意料。有人说锦觅真的是锦觅，而严丹真的是特别大的杨紫。我很难同意这个观点，这是相当重要的。无论是锦觅还是严丹，绝对是杨紫演的隐隐约约的角色。当外表无法本质改变时，演员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赋予不同的精神内核不同的角色。古装剧通常可能更多地是对演员信仰的一种真正重要的考验。你穿这样的戏服，演员是真正脱离生命的神仙。他们之间的故事真的只有那些孩子的爱，特别是意义重大。您确实必须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保持合理，并以主要方式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这是演员与角色的一种主要方式的融合。这多半是第一次真正看到易烊千玺的装束，意义重大。不管他的长相如何，他对角色情绪的把握大多是正确的，或者说他们肯定是这么认为的。那些流泪或悲伤、喜怒无常，他一般对严丹说：“你真正想要的答案，不如你的名字重要。”不是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想忘记他。这些本质上是可以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使观众产生共鸣的时刻，这对于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像《仙剑奇侠传》这样的经典之作，一般很难再以一种大的方式出现。这基本上就是我对仙侠剧的感受，总体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这些年太多的书基本上都改成剧了，太多的仙侠剧情真的让观众肯定审美疲劳了。我实质觉得这基本上就是杨紫和程毅最后一部仙侠剧了接手。带着这样的情绪再次看到他，让他们对他们的表演产生了另一种欣赏。太善良了，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和目的都喜欢看负面和批评，许多剧的优劣实际上只是大部分追剧的观众。03配合肖战继续开启霸屏模式，但是杨紫真的变了，其实很大。在我的无忌男孩中，杨紫的霸道女总裁本质上也多次登上热搜，引发话题，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连我的莫格里男孩也真的没有公布，这也引起了观众对杨紫的真正讨论，意义重大。在综艺嘉宾的指数榜上，杨紫也是榜首。虽然在中餐厅播出后，黄教主的话题度比较高，但是杨紫的活泼向上的前台小妹形象给她加分又圈粉。在家有儿女之后，杨紫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女儿，但她也一度陷入窘境。观众对她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小雪的形象上，国民度有了，但是形象气质并不是大美女那一挂的，再加上青春期发胖等原因，她也因此差点走入了死胡同，陷入了对自己的不自信中。好在她除了寻求外表变化，并没有放弃对演技的打磨。在下一部电视剧《战长沙》中，她对角色前后的成长把握自然精准，令人刮目相看。大家认识到小雪原来长大了，还可以演这种戏。从那时候开始，她的代入感就很强了，开始了剧抛女主之路，每部剧都能塑造出让人记住名字、性格迥异的角色。但是《战长沙》虽然口碑不错，但还是相对小众。接下来的《欢乐颂》让观众再一次重新认识了杨紫。观众还没忘记小蚯蚓时香蜜又来了，再次成为爆红。就是这样，每次都是以角色转型，慢慢让观众肯定了他的演技。当然，他也有困惑的时候，曾经也想要流量，接了大 IP 剧《青云志》，受到不少质疑。好在
他愿意听观众的意见，认清流量也有很多种。他更想做的是那种更深一层的流量，就像巩俐、章子怡他们的作品影响更大、更深。